所以我们之前都是猜错了，教授不是家辉的养父，而是他的亲生父亲。家辉这些年应该是被他的养父抚养成人的。这么说，傅唐就是姬教授之前那个患者？那不对啊，之前说叶家辉的母亲是被他养父送走的，那他应该更恨养父才对啊，为什么要恨姬教授？家辉跟他养父的相处模式，我们就不知道如何了。但是有一点，是因为生父的缺席，所以才导致这后面一系列的悲剧发生。也许家辉把这份恨转移到姬教授身上了。被亲爹给抛弃了，能不恨吗？小声点，外面呢？怎么了？我连自己的情绪还不能有了？他是确实可怜，但他也确实是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。这要是让我的话，他连这个门都进不来，是吧，丽丽？你别在这含沙射影的啊，这不特殊情况吗？哎，那就是他亲妈对吗？这原则性的问题，我是不退让啊。怎么还生气了呢？嗯。傅阿姨，我们先走了。谢谢你们的处方，走吧。不能退让。谢谢啊。你能为我演奏一曲吗？我想听。请。非常好，来看左手，看妈妈的左手了吗？要这样子抬起来，对，来放在这个位置，放在这个位置，对，放在这个位置，再往前放一点，再往这里，然后这里悬空，这里悬空，要用你的下巴压住这里，非常好啊！来，我们拉长音，看啊，拉长音。
音乐是可以流动的，我可以看见它在流动。那它们好看吗？好看呀，它们是流动的光芒，流光溢彩。不看了，走吧，走吧，不看了。你不是说它们很好看吗？一切都留不住，所有美好的事情都留不住。要是有八音盒就好了，就可以把音乐留在里面，让他们住在里面一段时间。对，八音盒，对呀，所以我最喜欢八音盒了。有了八音盒，就可以把音乐放进去。我最喜欢八音盒了，回忆也可以放在里面，一切美好的事情都可以放进去了。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。小何老师，我也不想发脾气啊，可是我一想到我看到的，你说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？您是在说老松吗？我多希望我看错了。下车吧。他说他什么都看见了，回家他就撂脸子，但是真不是他说的那样，根本就什么都没发生嘛。老宋，您先别着急，您慢慢说。李兰芝，就是大方以为的那个女的。她摆摊做生意的地方恰好就在我公司旁边，反正也是顺路。她一个女人拎着大包小包挺不容易的，我才想着帮衬一把，开车捎她一段。我们的关系仅此而已。那你怎么理解大鹏非常介意这件事情呢？他这个人啊，听风就是雨，听见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在他那儿鸡已经生双胞胎了。所以您认为大方对这件事情是无谓的猜测，并不是真的？我不是认为，这是事实啊！我跟他在一起过这么多年，我太清楚不过了。我不过就是和别人多说了2句话，他就以为什么都发生过了。空调用不用关啊？没事，我不冷。哎，常大哥，你把老板的车开了，那他开什么呀？他有事他会叫我的。真气派。所以在您的描述当中，李兰芝跟大方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交流方式。对，我也是男人，也希望自己的老婆能崇拜自己，在生活中能体贴我一点。但大方的性格你也知道，所以李兰芝的出现让你觉得对自己的婚姻有一些的失望。也可以这么说吧。不过我跟他之间
真的什么都没发生，我也就敢想想。你对大方隐瞒了你内心的情感需求，同时和李兰芝这段关系会让你产生一种对于婚姻关系的愧疚感。这倒没想过，不过但你要说是愧疚，他不会理解的。我就是希望大方能对我体贴一点，温柔一点。但你要说把家里这人换成别人，我还真没想过。他自从认识那个女人之后，他一天比一天回来的晚。你说一群那么大岁数的人了，他跳舞能跳到几点去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想能跟李兰芝在一起多待会儿，仅此而已。他不但不回家，他还撒谎。那您觉得为什么大方会对您产生新的误会呢？也许是李兰芝刚来那几天，动作有点跟不上。结束后我留下来单独给她指导了一下动作，就晚回了10几分钟。平时他8点他就回家了，那天9点他也没回来，然后我就打电话过去问，大方打电话来催，我说你在哪儿呢？我就随口撒了个谎。他说我和一个舞友在吃宵夜。谁知道被先回去的舞友给拆穿了。我一下楼我就看到那个舞友，人家正带着人家的孩子老婆在遛弯呢，他呢，他肯定跟那女人单独约会呢。他说他肯定跟那女人单独约会，他竟然我也就和一个舞友在吃宵夜，真的什么也没发生。你要说我一下楼这家太老了。预备，右，左，右，2、3，转。你看，就是挑这些很健康的健康操而已。你说，他都做出这样的事情了，我怎么能不怀疑他呢？非常明白您的感受，欺骗会让你非常的生气，而且也会损失你们之间的信任感。您本来想避免接触大方的不满跟抱怨，就像我们上次说的，追逃模式。你想通过回避来给自己换得一些喘气的机会。对，大多数时候我就糊弄过去了。那次是凑巧被他发现了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我总不能就因为他的怀疑，就和除他以外的所有女人都断绝联系啊！断绝联系，这个是大方向你提的要求吗？他倒没说过这种话，但是你没看见他跟亲戚朋友叨叨我和李兰芝那些事儿的样子，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面对大方的不满跟抱怨，您一直是退让的，但是您的内心也积攒了很多的不满。要说不满，他这人打谈恋爱开始就强势惯，我呢也习惯了。我和任何人来往，他不同意，我就都得躲着。你不喜欢让他跟任何的异性交往，他怕你生气，所以欺骗了你，对吗？其实我知道他有贼心，没那个贼胆儿，所以总是要求您要跟某些人切断联系吗？没错。我不是想要他顺从我，或者我要掌控他，我就是觉得他离开我，他什么他都不行。也就前段时间的事儿，我跟我以前高中老同学联系上了，可他就总是在我准备去找人家的时候，故意让我去陪他做些别的。上次他那个高中同学800年都不联系了，这一到我们家张口就来借钱，我要是不拦着他，他肯定在人面前装大方了。慢慢的，我这老同学就不跟我来往了。你说他这是善良呢，他还是傻呢？他这个人啊，别看他活得挺心高气傲的，其实毛病也不少。
你有过把您的任何真实想法都坦诚地告诉他吗？比如，您不想离婚这件事情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好像很多的时候。怎么样？好看。您儿子长得帅，穿什么都好看。都包起来吧。嗯，好的。哦，还有这个。哎，好。多少钱？我来买。我来。我给你买。您好，一共1280元。这两件太厚了，我都不太喜欢，就要这个吧。嗯，好的。一件的话是350元。哦，好。没事，买多了也穿不了。哎，那好。谢谢。谢谢光临，请慢走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？来，我给你做饭去。别忙了，我不饿。你怎么自己就吃这些啊？一个人你说做那么多饭吃不动啊，这挺好的。妈，快坐下。对不起啊，我上次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。没事的。我哪往心里去了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没关系，妈妈和你一起过也挺好的。快坐。我跟你说吧，昨天我去超市，哎呦，真的捡的便宜货了。哎呦，大妈们全都买葡萄、西瓜，你爱吃的水果，我买了一大包。你看这葡萄太新鲜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怎么了，妈？我这胳膊。胳膊怎么了？我就是太贪财了，明明拿不动那么多，非要拿，没关系的，我这可能是有点。我给你拿点膏药贴啊。我突然想起我工作室下午还有点事儿呢，膏药给你放这儿了，我先走了，妈。
小心他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明天想去哪儿？想去海边。没问题。那你先休息。我先走了。对不起。如果我知道多存点钱，就可以2件都买了。怎么一脸不高兴的？小金还没有跟你回啊？我决定了，他要是再不理我，我就彻底拉黑他。谁怕谁啊？哎，那个小金，我觉得是挺负责任的。你再等等吧，别动不动就拉黑人啊！你今天不是要去你妈家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去一看，我知道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。可是，一时之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的心情特别别扭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妈，所以我就走了。想不到呀，你这断奶期也真够晚的。吃枪药了，阴阳怪气了今天。哎，谁啊？这么晚啊？你朋友？你干嘛来了？又来借书房啊？我是来道歉的。我自己带了啤酒，我要是不喝2口，我可能没有办法说今天接下来的话。监控的事情，对不起。你是怎么在我们家安监控的呀？你还记得上次你叫我来你家修 WiFi 吗？我趁机在赫顿的手机上安了一个监控的插件。除了那次还有吗？还有那次，故意让丽丽摔倒，替她针灸，骗取她的信任，从而接近赵阿姨，套取你妈的话。我真的，我是丽丽。还有吗？姚克星的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了，还有你的世界领域，张丽子、小莫，你的每一位咨询者，我都在试图破坏你们的资方关系。叶家辉，如果你想伤害的人是我跟季教授，你不应该伤及无辜的。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对不起有用吗？我只是希望你们能原谅。OK， 那我再问最后一件事儿。房中医那次事儿，是你故意做给我们看的吗？不是，那件事情是真的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其他事我暂时没有办法原谅你，但是这件事儿，我谢谢你。谢家辉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挺可怕的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你，什么是假的你。比如现在的你，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
今天来，就只想跟你们道个歉，说声对不起。我很感谢有你们几个好朋友，你们原不原谅我，没关系，我都能接受。佳慧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伤害一旦造成，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去了。过去这段时间，真的很高兴，也很谢谢你。对不起，李佳慧。刚才你说的，我们还能信吗？能。是时候重新认识一下了。你好，我是何顿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我叫叶佳慧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既然都这样了，那就还是朋友喽。呀，搬回来住吧。你们二位准备谁先说呢？我先说吧。我和大方结婚的时候是在豪威麒麟办的，就在市政府旁边。他妈说，姑娘出嫁必须得办得风风光光的。本来这钱是打算准备攒下来买房的，结果就拿一部分出来，包了大厅办酒席了。剩下的钱，他爱唱歌。我就买了台艾娃录音机，进口的，还买了台录像机。还不是因为你爱跳舞吗？没想到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也爱财呀！数了多少啊？让我看看来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照的挺清楚的嘛，这个。那当然了，外汇商店买的，进口的。多少钱呀？5000多。这么贵的？对。生气了？我嫁到你家来，你妈才给我5000。嫌我妈给少了？你说你把房子本的钱都花了，她什么时候搬得出去啊？好，我错了。这不是横滨正好回来了吗？我托他给弄的外汇券。横滨随了800呢，这钱可不能动。他跟李媛的婚事马上也近了，你以后不要随便瞎买了啊。这不是等以后孩子大了还能给他看吗？哪儿跟哪儿啊？好，听你的，不买了。这是你们第一次发生冲突，让你们意识到彼此在消费观上的冲突。我妥协了。后来家里就是他管钱，我想买什么都得先问他。老宋，我要是不解手，咱们能那么快的住上自己买的房子吗？我承认你有功劳。
我也要说，毛毛18岁生日，我们俩大吵了一架。并没有真正的解决。之所以表面上看似和平，只是借助三角形的另外一角毛毛的力量。没错，他到最后也不认同我的决定。只是毛毛从广州回来以后学习更努力了，他就没再多说什么。您怎么有这样的感受的？毛毛回来以后，我们看了他在广州拍的照片。呵，这么高啊！要照签名了吗？怎么可能呢？那么多人围着，这孩子也真是。他爹我打球也不差呀，怎么喜欢个外国人？就你那水平，我说你俩可真行啊！这一个要去看球，一个就把球票给买了，跟我这儿演双簧呢。我这不也是为孩子好吗？我就不是为孩子好了，这幸亏孩子知道学。我知道，到了高3，儿子就没什么机会出去玩了，正好又是他18岁生日，劳逸结合一下，确实对他有促进作用嘛。你得了吧，你是后来知道他学习状态了，你现在来邀功了，可这好人都让你做了，那你当初干什么呢？他出发之前你怎么不跟他说呀？你给我机会说吗？其实，在你们2位刚刚步入婚姻的时候，矛盾是得以解决的。美国社会学家辛迪·伯契德曾经说过，婚姻分为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学习阶段，也就是在你们刚刚步入婚姻的时候，你们摸索着共同建立起一个家庭。那个时候，你们有着明确的目标，面对分歧的时候，也非常容易达到共识。你说你把房子本的钱都花了，他什么时候搬得出去啊？攒钱买房。没错，买房、买车、生小孩，这些目标将你们紧紧地拴在一起，让你们成为一个共同体。儿子出生后，你们的关系会进入到第2个阶段当中，那就是为人父母。你们将所有的需求转而寄托在儿子身上，将儿子拉入到你们2人关系当中，使你们的沟通变成多人的3角关系。而在这个时候，你们的矛盾得以暂时的忽略，那是因为你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
那就是你们的孩子。哪怕你们的问题没有办法从根本解决，也不会危及到你们关系的本身。难怪毛毛每次一回来，我们就少吵2天架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毛毛长大成人。可当你们的儿子慢慢离开家庭以后，你们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又会逐渐显示出来。难得啊！大方，带家属过来聚会的，你可是头一个呀，感情真好。他刚好今天闲着呀，我就带着他跟大家聚一聚。真羡慕你啊，大方！我家那位啊，整日不着家，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酒场上喝趴下了。你家那个呀，谈大生意呢，赚钱让你享受呢。享受什么呀？生病发烧都没人管，电话打过去就说忙着呢，喝点热水。都一样，这不没钱呢吗？这也不关心人，在家都跟大爷似的。哎呦，这油瓶倒了呀，都不知道扶起来。我看宋哥呀，比我家那个强。你们家就是听你的，一块肉都不敢夹。他有高血压，这医生不让他吃的。什么高血压？吃一块肉还能死了不成？整天就大惊小怪，神经过敏。我看你们过日子都没法过了。我给你台阶下，你不下是不是？这不是一块肉的事，这是发物，是羊肉啊！医生不让你吃的，自己前列腺炎不知道啊？说我大惊小怪的。你是不是更年期呀？不说点什么，浑身不痛快是不是？非在这儿哗众取宠啊！别激动，谁哗众取宠了？怎么我说什么你就说我更年期呀？你自己发那么大脾气，你才更年期呢！不用放在心上啊！来，出门给我丢人，真受够了。都一把年纪了，都是你的同学，我求求你，你正常点行不行？谁不正常了？是你不正常还是我不正常？是你自己心里不正常？我告诉你，你看谁正常，跟谁过去。别动，哎，松哥，松哥。小何老师，他就是这样，嘴上不饶人。你还说我？小何老师，他嘴里就没有一句实话。怎么没实话了？我发现，你们2人如果没有第三方帮助的话，你们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。其实冲突并不是可怕的，冲突是你们关系出现问题时的信差。只要将这些问题解决清楚，你们的关系便可以更好的维系。现在，让我们来模拟一个场景，一起来观看你们过去那些发生矛盾的时刻。2个人试着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感受，再去对对方说出你们内心的想法。今天带这个，你明天呢？块肉还能死了不成？整天就大惊小怪，神经过敏。我告诉你，你看谁正常，跟谁过去。别动，哎，你是对我很愤怒吗？这你还不知道吗？男人要的不就是那点面子吗？我给你台阶下，你不下是不是？这不是一块肉的事，这是发物，是羊肉啊！医生不让你吃的，自己前列腺炎不知道啊？即使你不干，你也别添乱，别只顾着自己潇洒。耽误你跳舞了是吗？我也没说是去跳舞啊。不跳舞，要单独约那个小寡妇吗？你想要干嘛，从来不直说，就只会挑我毛病。你想要什么，你说呀。我和他之间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多一起跳舞的朋友都看着，你要不信，你何必去看呢？我才不去呢！
你真的是因为没兴趣才不去看吗？我不是没兴趣，我只是不习惯了。我现在老了，不像年轻的时候，喜欢玩，喜欢唱歌，喜欢逛公园。我现在每天就守着那1亩3分地儿，每天一下班就想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毛毛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今天晚上应该吃点什么呀？毛毛现在大了，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我身边只有你啊。